大家好，申万我提醒过，2023年是赵丽颖的本命年，民间传说不是大好就是大坏。那么现在来看，以赵丽颖开年的势头，您觉得接下来是大好还是大坏呢？同样的，在反反复复变化、阴晴圆缺更迭的娱乐圈，王一博的票房预测继续刷屏。那么您觉得任劳任怨、勤勤恳恳的旗袍姐姐，接下来的成绩会如何呢？视角永恒359度，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，在这个周而复始、万象更新的1月份，真的就像驻足在了去年的此时此刻一样，心情如何？您不妨可以回顾一下同一天的同一款心情。有时候历史就是重演，心情就是同款。2023年的开年，市场已经在迫不及待检验着2022年的顶流们，而或许作品有争议，但他们无一例外扛起了近期市场的热度。明星代言市场的紧缩已是无可回避，到2022年这一趋势有增无减。中国广告协会发布的《中国明星品牌合作市场趋势白皮书》显示，2022年商业代言品牌总数较2021年的902个下降至744个。单个品牌合作的明星数量也从平均 1.81 个下降到 1.68个。头部流量仍然受到了大量品牌的青睐。据 EN 数据，2022年新增代言数超过含等于10个的明星达16个，其中肖战、王鹤棣分别14和13，十大 TOP 10男艺人当中，王一博排第8，也就是10个。而在智库星图的年度数据中，王鹤棣成功登顶2022作品吸粉艺人榜单。在全平台涨粉、艺人圈粉量等维度同样榜上有名。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，申万我经常提醒说，切忌尬吹尬黑，因为后浪的能力不是轻视了就消失了。因此，申万我特别留意到的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动态，真的是越推越猛了。因此，前浪掉头成为后浪，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申万我全网独家、铁口2年不曾褪色的2个字，也就是转型了。而且明晃晃的一男一女为代表的2位聪明人，已经分别冲上了今年明星市场的主旋律浪尖。王一博会去河南春晚这件事情，想必全网都已经知道了。今年的河南台并没有采取现场直播，而是录播。王一博在河南春晚现场的路透，此前网上也一直都有流传。作为靠古风出圈的河南台，往往需要在正式播出时给演员们加上庞大的后期制作，营造绝佳的舞美。故此，当网上有传言王一博会登河南春晚时，就知道这一定是提前录制节目了。乖毛顺发，一身古风黑衣出场，与王一博此前参加的各类活动都不一样。从跨年时王一博在东方的舞台上一身白衣跳着现代舞之时，就已然有了王一博会在河南的舞台上表演双声的传言，令人期待。虽然大家没法提前看到双声的具体舞蹈内容，可根据现场休息时候王一博的排练可以看出，这支舞蹈会有着大量转圈的动作，这也是古风舞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表现出来的飘逸感，而王一博身上穿的古装外的纱衣也是为这份飘逸感增加了几分。短短10天时间，王一博的舞蹈风格就换了2种。作为一个在街舞圈出圈、被诸多街舞大神认可的王一博，却在大型活动表演中没有待在自己的舒适区，而是不断的挑战自我，选择了与街舞毫不相干的其他舞种，现代舞、古风舞、街舞，虽然同属于舞蹈，可它们之间的分类亦可以用隔行如隔山来形容了。当王一博从以街舞舞者的身份被人所熟知，却在跨年时一支现代舞出场时，被人评价令人绝望的天才。街舞要求舞者的身体律动强、自由而随性，身体协调能力好，甚至有些动作都有些强人所难。而现代舞最重要的柔顺度，则是需要超高的柔韧度。王一博连续7天不间断的进行开胯等训练，甚至结束后粉丝们都看到他走路是一瘸一拐的了。而如今即将在河南春晚展示的古风舞，相比王一博那是又一次挑战自我了。河南台以古风出圈，最近几年都是古风节目为主，王一博加入河南台，为了迎合河南的表演舞风，选择古风舞是理所当然的。可毕竟王一博不是专业的古风舞者，又与自己的街舞要求毫不相同，古风要求的身韵、身段以及古典韵味也是足够外行的王一博训练多日了。而从录制现场传回来的视频来看，王一博的身段那是绝没有问题的。
如果说像阳光那样中的王一博是一只随歌而起的翩翩狐白蝴蝶，那么此次双生中的王一博就是与之相对应的黑色小蝴蝶了。在没有正式看到王一博双生中的另一个他之前，倒也可以将像阳光那样中的他看作另一只蝴蝶了。作为演员，王一博从没有一直待在自己舒适圈中安稳演绎，而是不断挑战自我，尝试不同的风格。而作为舞者，他也是一样，最爱街舞中的 hip hop， 可同样不断学习、挑战、练习 popping、jazz、locking、breaking 等等。如今更是现代舞加上古风舞。超越自己，Shin Wan我感觉非常低调的王一博，明晃晃也是在沉淀着自己的舞技，思考着电影的演绎，一个主场，一个客场，如何转换角色，天天都是他的话题。1月11日上午，赵丽颖接连迎来3个好消息：一、荣获影视榜样年度最佳女演员；二、作为北京台春晚代言人亮相主宣传片；三、应邀出席三农人物荣誉盛典。而这些荣誉都是好作品带来的连锁反应。第一喜，风吹半夏吹来最佳女演员。凭借在风吹半夏中的优异表现，赵丽颖荣获北京日报影视榜样年度最佳女演员。在剧中，赵丽颖饰演了一个敢爱敢恨的女企业家许半夏。不同于以往她所塑造的那些女性角色，这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人物，如果表演时拿捏不好尺度，很容易给角色形象造成硬伤。从跨国收废品、倒腾废钢，赚取到第一桶金，再到几经磨难成立自己的钢铁厂，许半夏就像半夏这味中药一样，在男人成群的钢铁行业里坚韧生长，从一次次磨难和官司里挺过来，硬生生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。第二喜，高收视率迎来春晚代言人荣誉。1月9日，北京台春晚正式官宣赵丽颖为2023年春晚代言人。1月11日，赵丽颖出现在主宣传片中，以写信的形式向广大观众发出邀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往年都是一男一女2位代言人，2019年蔡徐坤和杨幂，2020年肖战和杨紫，2021年王源和迪丽热巴，2022年杨颖和葛优。独挑大梁做代言人，既是对赵丽颖实力的肯定，也是对她的观众缘充满信心。当然了，这点Shin Wan我也是相当稀奇的，因为Shin Wan我已经提到过了，原本以为这个惯例是要刚刚好加上大家都特别熟悉的另外一人的，结果呢，想必任谁也想不到。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北京台春晚，但赵丽颖与北京卫视的渊源颇深，因为她主演的《幸福到万家》就是在北京卫视首播，并赢得了收视与口碑的双丰收。观众在赵丽颖所塑造的何幸福身上，看到了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以及守候家人的温暖力量，这些也正与本届春晚守望陪伴的总基调深度契合。第三喜，何幸福出席三农人物荣誉盛典，因为在《幸福到万家》中成功塑造了勇敢坚毅的农村妇女何幸福，赵丽颖应邀担任三农人物荣誉盛典的开讲嘉宾。节目组导演毫不吝惜赞美之词，还亲切地称呼赵丽颖台词功底很强，很真诚。作品永远是演员最大的底气。回首的赵丽颖成名之路，1987年出生的一位普通女孩，家庭普通，学历普通，甚至连颜值都常被人嘲笑土气，光龙套她就跑了7年。有导演在片场对她发火，你怎么总是像个猪头似的撅嘴？有造型师告诉她，圆脸的女演员没有前途，想演女1号，先把下巴垫一垫。有朋友劝解她，何必把自己的青春糟蹋在看不到未来的黑夜里？面对外界的冷嘲热讽，赵丽颖从没有放弃做演员的梦想，始终遵循一个原则，不炒作，不拉帮结伙，凭实力闯天下。她可以在群星云集的慈善晚宴上放松的吃吃喝喝，她可以开诚布公的告诉大家，我结婚了，我离婚了，丝毫不懂得炒作。在同辈女演员还在追求美美的时装剧时，她可以为了贴合剧中角色数度变胖变瘦。赵丽颖生完孩子后复出的首部作品《有匪》，并没有为她的事业带来加成，还因为婚姻破裂，让她的形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。2022年，《幸福到万家》《风吹半夏》2部现实题材的大剧，再度将她的演艺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在所有的85后女演员，赵丽颖已经属于一骑绝尘的存在。她的戏路已经被彻底打开，国民度和观众缘都有了深厚基础。
在同龄人当中一骑绝尘是一种先知先觉的力量和坚韧支撑着。身万我的这个说法，您想必也是熟悉的。对王炸弟弟而言，用作品说话同样是唯一的等待和盼望。现在还有10天时间就要过年了，春节档无疑成为了目前电影市场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了。身万我聊过多次，今年的春节档一共有7部大片定档上映，其中《流浪地球2》、《满江红》、《熊出没》、《深海》、《无名》、《交换人生》各自的票房预测，更是大家一致好奇，期待揭晓切向蛋糕的刀和叉。众所周知的，现在好几个购票机构同步做了这几部电影的票房预测，最新的盘点果然还是产生了变化。其中，吴京再次击败沈腾，那么王一博呢？1. 流浪地球2 28到37亿，流浪地球2无疑是这个春节档最受关注的电影，毕竟前作在2019年春节档斩获了46亿票房。另外，该片的主演吴京近几年在春节档可是未尝败绩的，各大预测机构也是给出了《流浪地球2》最高的预测成绩，大概在28到37亿之间。2. 满江红18到21亿，目前对于满江红的票房预测争议是最小的了，最高预测21亿，最低预测也有18亿，预测也就相差3亿左右。看来各大机构对于满江红的票房看法比较一致。该片由张艺谋导演，沈腾、易烊千玺、雷佳音、岳云鹏等人主演，导演和演员阵容强大，也是该片最强的竞争力了。3. 熊出没8到11亿，熊出没对于春节档来说，那可以说是正儿八经的钉子户了。这几年春节档年年都有一部熊出没电影上映，正好也满足了小孩子们的观影需求。但不要觉得《熊出没》是一部动画片，票房成绩就可以忽视了。要知道，去年《熊出没》可是拿下近10亿的票房成绩的，可不容小觑。今年因为竞争的电影较多，所以预测票房8到11亿。动画片的票房让人想不到赵丽颖的裤子被黑，照样让人想不到因为什么样的饭配什么样的菜，什么样的场合配什么样的裤子。身问我的这个说法，您认同不？赵丽颖一身极简的打扮，明晃晃是奔着3个字而去的，而这点黑粉们统统忽略了。都说衬衫廉价，但是一些大型场合还有一些日常生活里，真少不了她的身影。除此之外，随着潮流的发展，衬衫这种单品衍生程度还是蛮高的，早就一改以往那种正式单调的既视感，可盐可甜的画风很讨女性的青睐。即便是一些基础款的单品，通过衣品之间的搭配，也能轻松凹出好造型出来。赵丽颖这几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，尤其是穿衣打扮这一块。以往赵丽颖给大家的印象就是减龄俏皮，即便是换上礼服也是毫无魅力可言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结完婚生完娃之后，整个人脱胎换骨，可盐可甜的既视感是真的好看。每次现身妥妥一副女王的气场，且没有一丝丝违和感。穿搭小知识的衬衫上衣优点在于简洁利落，气场足。时尚圈有不少基础款单品，这些单品看着很廉价，却有着超高的上身率，比如说衬衫就是其中之一。想当初衬衫一度被大家认为是最没有时尚魅力的款式，廉价不说，还很土貌。在设计师还有潮流的推动下，衬衫超强的时尚塑造性还有款式，也是备受女性的青睐，一度出现在一些大型场合。这次登上3农人物榜，可谓是充满了正能量。来到现场的赵丽颖身着的就是一件衬衫上衣，对比影视剧里的样子，变成女企业家的赵丽颖变得十分霸气，气场十足，丝毫没有小家子气的感觉，很上镜。穿搭小知识必备的白色为主，优点在于干净清爽，显气质。现代女性为了摆脱基础款衣品的那种廉价感，不这么喜欢纯色造型，觉得纯色过于简单。所以在选择款式的时候，都喜欢选择那些带有时尚元素的款式，比如亮色、印花之类的款式，虽然比纯色高明不了多少，但是从整体的时尚效果来看，还是挺不错的，视觉辨识度很高。赵丽颖的这件衬衫并没有选择花里胡哨的元素，而是以纯白色为主，简约干练的既视感，看上去非常的正式、端庄大气，气质十足，完美符合现场还有其的身份。穿搭小知识涉及这次的高腰阔腿裤，优点是简单大气又显身材。
衬衫简单归简单，可是在容错率这一块还是蛮高的，不管是搭配裙装还是裤装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不过因为选择的款式不同，整体展现出来的既视感也是不一样的，像一些大型严肃场合，还是裤装比较精致一些，比如阔腿裤这种，舒适度高，没有束缚感，还显身材。赵丽颖是很少选择阔腿裤这种造型的，这次驾驭高腰阔腿喇叭裤，造型十分的惊艳，还不忘利用腮衣来美化身材，整个造型出奇的好看，气场很足。穿搭小知识需要注意的黑长直，优点是优雅知性，很有范。女性穿衣还是比较注重细节，尤其是面对一些基础款单品的还是绝对需要细节的加持，才能让造型变得更加惊艳。不过相对于一些大型场合走气质型路线的女性，细节的装饰还是以简单为主，太过于花里胡哨反而显得格格不入。这次赵丽颖登上三农榜单，可是正能量满满，备受大家的追捧，在穿搭造型上也是比较的有型。一头黑长直的造型，没有一丝丝点缀，显得很有女王范。结果不懂的人通过贫乏的理解再次强行解读，闭眼武断了赵丽颖的内行装扮。新万我已经提到过，此盛典非彼盛典，有人敢穿着包臀露肩的高定华服出现在庄严肃穆的国家级殿堂吗？不懂的人就应该谦虚谨慎，小心说话，否则不仅贻笑大方，更让赵丽颖赢上加赢了。对于申万我而言，赵丽颖懂的东西还真的不少，因为她拼命打 call 点赞的电影《深海》极有可能逆天了，这点申万我也是应和多次了。4. 深海15到24亿，深海应该可以说是今年春节档最大的变数了，各大预测机构给出的预测票房成绩也是天差地别，从15亿到24亿的区间有很大的变数。深海作为一部动画片，光是看预告片的话，特效、场面、视觉方面都是比较精致的，那电影本身的质量就是决定最终的票房走向了。5. 无名3到5亿，看来预测机构对于无名这部电影并不看好，给出的预测票房成绩直接在春节档中垫底了。最大的问题就是王一博能否撑起这部电影的票房，要知道这可是王一博在大银幕上的处子秀。另外该片的风格偏文艺，依旧可能应了申万我反复强调的，该片的风格加上海报加上宣传，目前为止依旧并不适合春节这样合家欢的节日。对比才子韩寒争抢王一博的举动，挖墙脚的味道已经越来越浓烈了。申万我的这个说法您认同不？6. 交换人生9到13亿，交换人生是一部喜剧片，这种题材本身就很讨巧，春节期间观众也更偏向喜剧片。另外片中主演雷佳音和张小斐的观众缘都不错，很有可能成为黑马。不过意外交换身体的这种剧情已经很老套了，能否拍出新意才是关键。无论如何吧，申万我还是拭目以待摩托姐姐们的努力的，毕竟人多力量大，什么事情不能改变呢？申万我相信很多东西努力就会有结果。比方说赵丽颖手中的华鼎奖或许又会镀厚金粉，增加成色了，因为华鼎奖又有大动作了。当2022年进入最后48小时倒计时的时候，第35届华鼎奖给很多娱乐圈的演员们全年的付出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殷桃凭借人世间喜提视后，侯勇凭陆山之歌拿下视帝，陈坤摘得古装题材最佳男演员，辛柏青获当代题材最佳男演员，赵丽颖获当代题材最佳女演员，每一位演员的表现都获得了观众的满堂彩，被大家直呼实至名归，足见华鼎奖确实将奖项搬到了观众的心坎里。不过令人没有想到的是，短短10天之后，华鼎奖又有大动作来袭。据悉，华鼎奖2023年将正式进行品牌升级，定了一个目标，创办和奥斯卡、格莱美媲美的世界一流娱乐奖项。好家伙，足见经过15年发展，举办了35届奖项的评选之后，华鼎奖这底气是越来越足了。那么华鼎奖到底会有哪些颠覆性的大动作呢？第一，从一个中国奖项向国际奖项演进。以前的华鼎奖立足于东方，未来的华鼎奖格局打开了，将立足于世界，将各大奖项升级成为华鼎国际电影节、华鼎国际电视节。
华鼎国际音乐节、华鼎国际艺术节、华鼎慈善之夜。这一巨大的转变，也将意味着华鼎奖将中国艺人向国际化推进，与全球实力顶尖的演员、音乐人等进行同台评奖、颁奖，让艺术无国界，只有实力的较量回归作品和艺人本身，这才是一个艺人更大的发展空间。第二，规范化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华鼎奖向国际化转变，第一步就是让奖项更加规范化。奖项将分为单数年和双数年两个不同的侧重点。单数年3月、6月、11月进行不同品牌的颁奖，双数年集中全品牌在3月举办，推出华鼎颁奖季。好玩吧？这都得分单双号了，足见品牌这个规模是真的庞大。不过，这样规范化之后，也更利于品牌的发展，提升了品牌的专业化程度，更让优秀艺人为领奖可以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行程。第三，华鼎奖是东方的，也是世界的。以前的华鼎奖红毯上，咱看到的都是成龙、刘德华、章子怡、吴京、徐峥、张涵予、黄渤、谢霆锋、张艺谋、张译、王宝强、胡歌等咱华语地区的大咖。以后不一样了，韩国、日本、欧美等国的大咖们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身影出现在华鼎奖红毯上。华鼎奖的升级，不仅升级的是自己的品牌影响力，更升级了华语地区艺人们的影响力，让中国艺人们看清自己在世界的位置，找到前进的方向，走出国门，走向世界，跟同领域的顶尖高手较量，这才是对中国艺术家、中国文化输出最重要的意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华鼎奖这一次还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改变，取消了不到场不颁奖的规定。看来，未来因为档期而无法到场领奖的优秀艺人们，终于可以抱得大奖归了。申万，我感觉华鼎奖如果真的完成升级，中国的艺人们就更加有福了，更能有的放矢，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了，继而让中国艺人也能在世界舞台上扬眉吐气。当然了，赵丽颖的含金量也会跟着水涨船高了，您说是不？总而言之，作品在手，奖项皆可求。赵丽颖这么想，王一博也这么想。当然了，2023年的开局相当不容易，对于王一博而言，如果电影票房做一个预测，第一梯队自然是《流浪地球2》和《满江红》。无名很难撼动二者的优势地位。《流浪地球2》属于系列电影，不仅前作获得了广大观众的青睐，而且原著的拥趸众多，堪称当之无愧的大热门。《满江红》则是期待值拉满，导演张艺谋一度值华语电影之牛耳，主演沈腾、张译、易烊千玺均经受过电影市场的检验，与《流浪地球2》相比也不遑多让。因此对无名而言，最理想的成绩多半会是票房成绩第3，竞争对手自然也不少。交换人生、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、深海和熊出没、久伴我雄心也不可小觑，难道其中不会冒出一匹黑马来？无名的票房前景，坦白而言，申万我说过，依旧是忧大于喜，因为明晃晃，但凡走点心，都能把短处变为长处。比如申万我满脑子问号的海报和宣传，依旧我行我素，没有变化，这很奇怪。什么样的档期进行什么样的布局，这是常识。另外，票房关键也在于贺岁档的整体票房走势。要是如同2022年11黄金周一般，走进影院的观众相对有限，包括无名等5部影片的生存空间，注定会被《流浪地球2》和《满江红》挤压殆尽。唯有出现观影的报复性消费，这是也是申万我先知先觉的唯一的利好，那么类似无名这样的影片才有可能争得一席之地，拿到可观的票房收入。当然了，如果只想押宝于此的话，申万我只能再次团队了，思想变通才能无往不利。转型也是今年明星市场的主旋律。赵丽颖凭借着谁是凶手、幸福到万家、风吹半夏3部剧打响转型战役，再加上知否持续释放长尾效应，都让她在8、5花中形成了断层优势。穿越寒冬拥抱你、人生大事接连上映，让朱一龙斩获了超60亿票房，后者更是一举将他送上了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的宝座。成功转型也为他们本就庞大的商业版图添砖加瓦。赵丽颖同样在今年官宣了燕之屋、云南白药等新代言，并在近日官宣为2023北京台春晚代言人。2023年这一开年，赵丽颖眼花缭乱的高规格名场面，
已经让吃瓜人包括申万我应接不暇了。更加夸张的是，在中国三农最新发布的照片中，配文写到赵丽颖看完张桂梅的相关对话后潸然泪下，读诗的时候都是哽咽不已，看得出来是狠狠的共情了。而一贯铁口的申万我早就说过，张桂梅校长真的值得尊敬，她圆了多少贫困生的大学梦，特别无私奉献的一个人。申万我感觉，但凡习惯了将心比心、以心换心的人，都特别容易被同类人感动得一塌糊涂，包括申万我自己。2023年是赵丽颖的本命年，民间传说不是大好就是大坏。以赵丽颖开年的势头来看，或许应该大致是她的大旺之年吧。您期待她和林更新主演的《与凤行》的播出吗？